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那今天的题目是神灵们将为你召唤新恋人哈，神灵将为你召唤新的恋情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都有神灵的图像哈。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好。我就不念牌的名字了哈，你就只看图就好了。好，来第一张，好，第二张，好，第3，好，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哈。那一样哈，只要你的目光、你的注意力一直被某一张吸引着，那就表示共振最强，你就往那个故事线去听下去就好了。好，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神灵们将为你们召唤新恋人哈，将为你们召唤新恋人。那我们一样会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走向哈，看一下能量的走向，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支线哦。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再多翻一些牌给你们哈。来，好，来5张哈。来，第1张，哦，战车牌哈。来。好，2号，3、4、5，好，来，从战车牌开始哈，等一下哈，我觉得我还有一些位置的牌也一起抽完好了哈。好。因为我似乎觉得有一些能量应该要先连接起来哈。来，好，好，来，这个人呢哈，我觉得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啦，哦，他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他不是很轻易的、很轻巧的就走到你这个位置来的。好，如果我们把能量哈交给其他的外在的其他的能量，譬如说神灵啊或什么的，哦，塔罗的能量都 OK。我们帮你找到了这一个人过来，可是好像现在在你附近、你周围哈都没有什么很特别适合你的能量的人，所以就不硬凑、不乱找，反而找到的人，我觉得偏遥远，偏遥远。那以这个能量现在的进度来说，它确实有在往你这个方向的路径上，但我觉得速度是缓慢的。它有2件事：第一，速度是缓慢的；第二，它不是往你的位置的这个点走来，只是以大方向来说，它至少会经过你的区域。哦，这是已经用了非常强的能量把它拉过来往你这边，可是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人生线啦，哦，人生线有需要
经过你这一区一趟，以他的规划，以他想要去的旅程或什么，我们白话一点讲，就是如果以念书来说，他可能想做某个工作，他就必须跟你先念到同一个学校，或是他念的那个专科，他念的那个专长，那个科系跟你的很雷同。我说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哦，所以你们会很有机会遇见。那以工作上来说，这可能是他想转职的，或是他想要重新挑战的一个新的工作，或是这也是他本来很想做的工作，可是这不是他的终极工作的目标，所以他可能会进入你这一行业，然后他还会再有所成长。只是在这一个对他来说是学习的阶段，他必经的这一条路的这一条阶段，他会遇到你在这个。但我目前只是比较乐观的说会遇到你，但是主要还是你们这个时期会最靠近啦，这个时期会最靠近那能量上是能够吸引到最契合的。那并不是说，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并不是说是能量把它召唤过来，而是在这些要经过你面前的好能量来说，我们找到了它，牌子找到了这一个最适合你的，只是它还比较远一点，它还比较远一点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往下翻才会知道它到底进度到了哪了啦进度到哪了？以目前战车牌给我的讯息，我觉得就是不进就是不进没关系，我们再慢慢翻我们再慢慢翻。宝剑三的能量在这边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现在你们的距离是一个蛮好的安全距离，因为这边有释出一个讯息，不知道是从你这还是从那这的，从他那里来的。我在说什么？就是有一个，也许两个都有了，正在逃离着，上一段恋情所带来的不舒适感。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这边的能量没有这个讯息不强啦，它主要是这一个能量没有确切告诉我是谁，所以我就不敢直接下定论说是谁的。但是以我看这能量的发展下来，它比较像是有一个回避性，它比较有那个逃离性，所以这张牌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比较接近它的状况比较像他的状况。所以呢，他在借由一个新的人生技能念学校，一个新的人生经历找新工作，来脱离他原本的那个环境，原本的那个世界。他想找事情分心，他想找事情让他连时空都转换都换。那其实这张牌为什么要在这里？然后是在一个建构你们关系的角度出现，主要它定义了一件事，这是他往你这里走来的那一个负能量而产生的正动力，正确的正动力正向的动力。如果他没有经历那一件事情，他不会这样过来。那这个也很符合战车牌所说的，盔甲里包覆着许多的伤口，是感性的，慢慢过来。所以这里做了一个解答：为何他走得慢？因为他没有在赶路，他还在休养，他还在慢慢的回复，他还在慢慢的往他想走的地方走来。他知道他会走到，他知道他向往，但他没有想赶这条路。我觉得在某个心态上他是累的所以你们的这个距离远，是一个非常好的安全距离，因为需要时间让它恢复成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再从你面前出现啦。需要这个连续，需要这个节奏啦所以不能急，不能急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因为还有很多讯息。这个就只是呼应了我一开始说的，他要去的那一个方向的那一个新世界啦。
那个新世界，那一个新的状态，那个东西，在他心里是一个。如果我们刚刚没有挖掘到他其实在回避或逃避某一个上一段事情的话，基本上在表面上他会展现出一种他很向往他要过来的这一个区域、这个工作、这个学校什么的。当你遇见他、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看起来是全然新生的灵魂，很开朗的个性，在适应面对他现在要面对的新生活跟新环境。你会知道。他也会表现出他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然后这里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新的，你会感觉到这个，他会不避讳的讲出来。可是牌面说那是他刻意隐藏了，或是他好不容易恢复了心里的伤口，跟某种阴暗面所呈现出来的极端。好，这里的有一点过度开朗的表现，是你可能初期遇到他的样子，要慢慢回推他内在的那些事情，才会被你知道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接下来你会遇到一个看起来非常开朗、个性非常开朗啦，哦，然后好像没什么负能量的人，没什么负能量的。可惜我们已经挖到他是慢慢恢复成一个新的状态，可能是2.0的状态，新的他，新的自己。不然他内在没有办法安心下来，没有办法有那个安全感。哦，这是他的状态哦。来，好，你看哦，我刚刚才说这一张牌是他的动能，这边就说了，他要从这个路径这样子爬上来，他需要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向往。那个向往如果不是权杖骑士，没有权杖骑士这么强大的能量哦，我跟你说，他走不到他要的这个世界的区域，他走不了。他可能会在路径上就歇息下来了，定下来了。好，但是这一张牌的反动力所带来的负能量，所带来的正能量的反动力，很强的，像打壁球一样的高速反弹回来，成为这个动能，让他能够进入这个世界。哈，这个爬升就合理了。他用这一个能量去爬升，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哦。他从这里要进入这里，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啦。哦，是一个光明的进入黑暗的，是一个人间进入冥界的一种转换，所以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非常需要强大的觉悟。那只是看起来这个路径很近，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他必须要这样子，慢慢的走到进入这里。这是他现在的内在的核心思维，而你在哪里？你在这里，但这不等同于你在的世界，在你的眼光里，在你的眼睛里是美好的世界，但是在他的眼光里却是美好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说，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个非常开朗的人，有点极端开朗，好，只不过当印证了他底下是有。反正就是要认识之后才会知，要认识一阵子之后才会知道，他其实是从另外城市来，才会知道他那里的故事的时候，那这一个人的线索就符合了。我是觉得，如果你认识了他，他自始至终没有跟你讲到或是聊到他为什么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话，你们这一条爱情线，我觉得就没有发展下去，因为我认为这一个是非常强的关卡，他用2张牌来解释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要来。哦，如果这一个点没有出现，你不知道，那他就只会是你认识的一个非常开朗的朋友，而不会成为恋人。这一个是他很重要的另外一面，他会成为你们恋人的那一把钥匙。哈，来，好。哎，教宗牌哈，好，这里在说，当他越来越接近你的世界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人帮助他啦，哦，他会有蛮多人帮助他的，然后，
你会在那个朋友圈里哦，因为我在感受到你在那个朋友圈里帮助他的人里面，还是你的朋友会帮助他，因为这张牌联系着你们的相遇啦，你们的相见啦哈。那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他所行走的尽头啦，哦，他所行走的尽头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是什么推动他走到了那一个结局，就走到这个世界。所以是教宗牌来说，我觉得他会有帮助他的朋友哦。他这里代表的是一个智慧的人物带领的他进入了这一个核心。那我不认为只有一个人啦，那我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帮助他的人不少，表示他这个人的本质上让人感觉非常好，不然谁会就这样帮助一个人哈？那虽然我说他会用一种非常极端乐观的样子去表现他，可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剖析，这可能是真的是新的2.0的他，他可能很喜欢这件事，但如果这一个我认为极端乐观的样子已经成为了新的他的话，那这个就更难挖掘，就更难挖掘。所以今天这一题，你们要成为恋人，要遇到他成为恋人，这一个算是有难度的，但也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看起来非常值得，非常值得。目前的牌啦，能量讯息，除了很远这一个讯息让我感受到那个负能量跟时间上的拖延之外，其他都是非常顺的。哦，其他都是非常顺的。那我再往下翻哈。这张牌哈是他内心非常强大的渴望，他非常需要跟想要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他在来的这一条路径上，他在学习，他在工作，不知道他要进入这个世界前，他有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有觉得他不要再成为以前的自己，他不想再回去，他要完全换。也许你会说他粉饰太平，可是对他的身心灵现在看起来来说，是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一个分歧点。分界线已经划分出来了。当他出发往这里来的时候，他心中的向往就是已经不会再回头，他要成为一个新的自己。我相信他，也许吧，也许他欺骗自己，他可以成为新的自己。但是当他欺骗久了，他已经是完全相信跟成为完全体了。他甚至忘记了以前那一个，就这张牌的挫折感跟不快乐的那个感觉，他可能就完全忘记，而且也感受不到了。那如果以这种角度再看的话，他如果会跟你提起，那就表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幸福、满足、快乐的新顶点，他就会愿意跟你说云淡风轻的、很轻飘飘的、很欢乐、幸福的，用一种回味的滋味来跟你说的话，那表示你在他眼前跟在他心中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事情，他跟你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事情让他产生了死亡牌的分界线，他才往这边，才往这个世界走来的啦。他确实在追求一个新的自己了哈。他追求的新的自己，这2张牌搭起来哈，他追求的新的自己，还不是只是改变自己他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有点像是重新投胎的，要从小时候儿童要重新来过的那一种新他想要的那个新的品质，全新的品质很高要求很高所以在的又要讲一次，所以他会跟你讲以前的事情，这已经算是你是在他眼前是非常信任重要的人才会提到的好，来，减2哈。好，这个宝剑要在这里讲说，其实对他来说啦，这个改变非常难，非常难，他很努力的突破了才改变的。好，
他的部分大致上先讲，让你知道一下，你接下来可能你要遇到的这个人很值得了哈。那我要从这边再仔细看一下，我这边只能先看出来说，你们最大的机会是从你的朋友之间认识他的，或是他很有可能在，就说你们认识是一件事，那你们开始变得比较近，关系变得比较好，还是在于他有求于你啦，他有求于你，主要是这张牌。这张牌有很强的能量，我觉得是往你那边飞去的。虽然这张牌讲很多，有讲一群人、一个群体、一个裙带关系，他到了你的世界的后端，然后就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朋友群、新的群体。可能我跟你讲，他这个朋友群可能有时候是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或是一些社团活动。我说的社团活动可能是工作完之后社团，或是一些义务活动，课程也可以，反正他就是要额外去参加一种很多人的聚会，然后你会在那里出现。我不知道是哪种聚会来，可是不是玩乐的聚会哈，不是玩乐的聚会，是有目的性的聚会，或是参加什么组织义工型的这类的。然后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你们会在那里相遇。那你们会开始变得比较友好的话，我还是觉得是因为他有求于你啦，他有求于你，而且是你，因为我一开始是觉得这一张牌里面所带来的那一个智者，有智慧的人，应该是这个他后期要遇到你的附近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帮他，然后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可是我慢慢读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人最有可能是你耶，所以这一个是你们拉近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关键的事情。好，那所以该说，我不觉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感觉。我觉得你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在意因为我总能感受到他的眼神里如何看你的。然后也看到了你一些温柔的回应，你的能量是一个非常温和、祥和的回应所以你们的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在意。我不想说它是一种爆发型的或火花型，可是我觉得它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在意在里面。然后你们的朋友关系，或是你们在这一个里面，这个团体里面的关系有越来越近，可能是因为内容或者工作内容或者服务的内容相近，所以就越来越友好，花在一起的时间会变多，互动啊、频率啊那些东西也都会提高所以让你们会慢慢拉近不过我必须要说，要成为恋人这一件事情要发展出来，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快，因为我看到他这个新的自己的这个东西，他所向往的新的自己，全新。我跟你说，他能表现的很像是新的自己，可他心里没有没有跟上的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推动他前行的是权杖骑士，可是他推动他内心的改变的却只有权杖一，他是要非常非常非常慢的，好吗？我们就打一个比方，今天你在一个全黑的户外，也没有路灯的时候，一个骑士拿着大火把骑过来，你是不是遥远就看到他了？这个就是骑士火把的能量很强，能带领他过来。可是他内心就只有一个小小的蜡烛，他这个能量怎么诠释？你今天在一个城堡里、迷宫里、房间里，你就只有一根像这样子的蜡烛点燃的时候，请问你的行动力快吗？不快。为什么？因为你怕它熄灭，所以你会慢慢走，你没办法用跑的，你只能慢慢走，对吧？所以以排位来说，推动他成长的动力是快的，是大的。OK， 那是推动他整个人生线
故事线进展的能量够也大，可是真正在他心里最底层，在那个迷宫里，在那个黑暗的城堡里的时候，能帮他引入的能量只有这个而已。所以他的真正内在，他无法否定的内在的转变跟成长，从这一件事情脱离到新的他认为的新世界，成为一个新的自己的这个，他真正的心灵是成长的比较慢的。那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代表他释怀了这件事情，而且还能到跟你分享这段路，会比他来到你这边做朋友还久。也就是说，你们也许做朋友了之后，然后再到变成他最后会跟你讲他的事情，然后进而变成恋人的这一段时间更长。好，我只能这么说，因为节奏就是这样，他这里的节奏很清晰，我就这样子跟你说哈。好，来，我们再翻上面的哈。好，逆向哈。其实我不确定这一张牌一开始是逆向了哈，但是我觉得这张牌逆跟正都已经就已经那样了哈，所以没关系哈。如果他让我翻转，那就翻转了哈。来，我看这个，我只能说，对他来说啦，哦，你认识他之后，牌面希望我们理解这一个人有很多的难处，而且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难。而且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整理好的。他的工作、他的住所、他对整个城市、整个新的环境，他其实都还没有很适应的。主要还是因为他足够开朗，所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其实他还在努力的适应中。好，然后这里我觉得这里给的是我们一个提示牌，希望我们不要太挑剔他的表现，因为他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稳定性跟正能量，他已经表现出来了。哦，他所能表现的东西，已经是他所能带给大家最好的了。相处上啊，人际关系的生活上，所以不要苛刻他。那他逆向牌的意思是说，这份稳定是假的啦，这份稳定是超乎他所能控制的啦，这份稳定是有一点点虚幻的啦，但不要戳破他，他已经非常努力了哈。这个位置哈，来，那其他的位置的话，我看哈，如果是隐士牌，然后又加国王牌来讲这个位置的话，那他是个很幸运的人哈，他是个很幸运的人，他能在这一段旅程中找到他真的想要的这一个转变的内心的价值，他能够成为他想要的那一个新的自己，他可以。然后，即便这一条路他走得很辛苦，可是他完完全全控制着。今天1号牌很多都在讲，告诉你，你将会遇到这种品质的人哦。哦，你的部分没有太多纠正或提醒，没有，就只有这个哈。那他有一点点在说，我是有看到为何这么多人想帮他，因为他这个人也是很愿意付出自己的，所以他已经很辛苦了，他还是会在意别人。我看到这一副牌在讲他里面发现了非常多的爱，我感性的牌都还没翻出来哦。关于他内在善的品质那一个部分的牌阵的牌，我都还没翻，我已经感受到这个了，因为我感受到有很多能量愿意给他，愿意付出，所以你期待一下哈，这个人哈，未来你遇到的时候，我觉得最明确的讯息是，你会遇到一个非常开朗的人。那从这里记得一件事情是，如果你遇到一个正能量这样爆发的人哈，你会有点质疑，这是真的吗？那这副牌在告诉你一个讯息是，不要怀疑，即使你产生怀疑，但不要去怀疑他，因为这是他所能给你跟表现给大家里面最好的样子了。也许这个标准没办法满足所有人，但已经是他能给所有人最好的样子了。记得这个论点哈。那他这个点呢，除了可以用在这个人身上，也可以用在所有人身上。
我们不要去说穿别人、看破别人、说破别人。有的时候，任何人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个现象，无论你看出来是假象还是实相，都 OK。那都有可能是你眼前这个人所能展现出来最好的样子，当下最好的样子，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欣赏，好吗？不要说破或什么。他这里在告诉你说，这一个人的出现会教会你这件事，牌面先提示你。那这一个经验值，这个新的价值观，也许也可以应用在所有人身上哈。这边先做了这个提醒哈。来，那我们来翻感性的3张牌哈，帮你看一下他内心真正的浮动的能量是怎么走的哈。来，1、2，好，3，好。我看到了第一个，跟你有关的讯息。这边说，它的出现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善意的礼物，在你的人生线中算是一个非常善意的礼物。它这个善意的本质里面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你的新的未来的指引，还有它最后其实会成为你人生蛮重要的北极星吧，或指引的或什么的。你有很多人生的新困惑，似乎这一个人都经历过了许多，他能够帮你，他能够那。可是这张牌带来了别的讯息，我必须跟你说，你们的关系似乎不一定只会是恋人，它甚至有复合式的能量，它有可能成为你的 soul mate， 也有可能是你的 best friend， 它是复合型的，但它也有可能是以恋人的关系，然后另外2个都有，因为它的能量在我现在看来，当你们2个最近的时候，它走在你前面。而且你向往它所带来的很多东西，只能说，我们先抛开恋情这一件事情来说，你会遇到一个蛮重要的人啦哈。来，我们再往下看，5号，4，好，这张牌说不要急，不要急着去把它找出来，不要急着去期待，它会慢慢的来。虽然我们刚刚说还很远，但这个远不一定是时间的远，也不一定是空间的远，也许是好的时机还没到的远，你懂我意思吗？那它好的时机还没到，主要是因为你的人生线和他的人生线，或者你们之间其他人的人生线还没发展到那一个时机点，所以才会有这个方式远。它真的不一定是空间远或者时间远哈，它也许它也很有可能就在你附近哦。可是你们一直没有牵连的线，所以才一直在你附近环绕哦。也许以今天的题目来说，神灵帮你召唤的他早就已经在附近环绕了，但是那一个触发你们相遇的时间点还很远，还没到，也许是这个概念。所以这里在讲的是耐心的、安心的，让心情平静的下来的等待就可以了，非常健康、非常疗愈的。你知道了这件事情，心中带着幸福的期待就可以了哈。那这边带来了某一个特别的事情是，它不只带来了他自己来，它还带来了非常多你需要跟你没见识过的东西吧、现象吧、经验吧、故事吧，反正这个人会带来你人生中很多你没遇见的东西，譬如新的风景，抽象来说就是新的风景，但以实际上来说，就是他的经历、他去过的地方、他的工作、他的故事、他所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是你没有接触过，对你来讲是非常新颖的、五花八门的所以他不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来，他确实是你人生中蛮重要的一个转折的。他像是一份
百宝箱，可惜这百宝箱里面，也暗藏着他深埋已久的一些悲伤哈。所以我才一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极端乐观的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能量是五颜六色的，非常缤纷的人哦。只是一开始用战车牌跟这个牌，我就很难去忽略他其实这些缤纷下面是有非常暗淡的东西哦。好，来，这是1号牌哈。好，我再帮你翻4张牌来看一下。第一，其实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要让你们相遇？这边有一点讲到了，我再看有没有补充的哈。好，来，这2张是，那你们如果这是一个大故事来说，你们是彼此的什么角色哈？哦，大概这样子，太远了。好了，放这里，暗暗的。好，我看一下哈，你们呢、5号，其实你们2个算是，我跟你说，当你们2个非常非常熟、非常非常近的时候，你们会非常非常爱聊天，非常非常爱辩论，非常非常喜欢表达彼此的意见不同。但是这就是你们相处的模式，因为你们会在彼此身上听到很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尤其你会给非常多的提问，然后让他去回答，因为他会回答非常多让你惊喜的东西，这是你们相处的时候的内容哈。所以从这个点看起来，你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而且这段时间还蛮长的。哦，会有一段时间哦，他不会马上让人变成恋人了哈。那7，好是。从这2张牌，我必须说，你们离你们会变成恋人的距离确实是有点远。你们2个相处的时候会忘记。你们其实是能够成为恋人的可能性，因为你们成为朋友的那一种友好、快乐、幸福度已经非常满到你们会忘记，其实你们有可能会变成恋人。这2张牌暗示我说，你们常常忽略了，其实你们非常适合成为恋人，就这样。那所以前面才一直说，你们要成为恋人这一段时间还蛮远的，还需要一些关卡跟挑战，所以。记得这里提醒哈，不要太过期待，不要去找他，不要把他找出来。哦，时间到了，自然而然的会在很多的观感里，你自己的观感里，他的视野里，别人的看法里，你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恋人、soulmate或是 best friend 都 OK。我刚刚前面有说你们是复合型的能量，所以不要拘泥其中一种关系，只要你们2个常常在一起就可以了哈。记得哈，你再期待一下吧。他确实。还有点远，记得我刚刚说远的定义并不是距离远或时间长，它有一种远的感觉。你在等它，因为它也许会有一些事件跟故事线发展突发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了。那你能做什么？第一，这边有看到你其实，因为他来的时候他会非常好。这边有一点点觉得你输他一些，所以你现在可以做的是多充实自己，因为我怕的是说你可能感受不到他的好啦。现在现阶段你可以多发展自己的兴趣，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可以，因为这里有在提示说你可以发展你自己的多样性、多面性、丰富度那不是说你比他不好，而是说。他希望你遇到他的时候，你能够更有能力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的丰富性啦，跟他的多面相那一样记得多交朋友，不要只待在家里，因为这组牌很在乎这一个啦这个牌其实讲的是某一种你们的相遇就是。他快要遇到你的时候的能量，是需要很多其他人的，是需要很多其他人。所以如果你没有出去交朋友，没有去认识人，你会离他蛮远的，因为他需要这个牌的能量来看到你，然后这个牌的能量来让你浮出来，浮在他眼前，
出现在他的世界里哦。好，虽然他是从他的世界走来你的世界，但是看不看得到就是另外一件事。记得哈，一直躲起来自己一个人，就像我刚一开始开头就说的，他是往你这个方向走来，会经过你这里。我一开始就说是经过哦，会经过哈，来，好，就这样哈。那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啦，哦，能够给你一些，即使只是听个故事，也给你一些想象哈。但记得心里可以放着一个幸福的期待就好了。好，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哦。今天的题目是神灵将为你召唤新的恋人哈。好，我们一样从5张牌哈。来看一下能量的分布，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需要用一些补充牌或分支线来观察哈。好，我们先从5张牌来看。哎，让我感觉一下哈。好。第1张哈。好。哎。哦。啊。好，再来哈。等等哈，还有哈。再来，还有2张。好，那先这样。好，看一下哈，如果是从金币1做开始的话，我第一个收到的讯息是说，他是你工作环境里面的新人，这是第一个讯息，但不一定是我完全就这个哈。那，总之啦，新的这个讯息很强哈，但这一章的讯息的确是偏弱，它有一种初始的感觉，好像你跟他才刚认识，或是好像他才刚出现你经常出现的范围里、空间里，还有他也像是你的生活里最近才巧遇的一个人，但有延续性、有持续性，不会就这样断掉。但我还是比较支持第一个讯息。第一个讯息是最强的，就是他是你工作环境里面的新人，刚出现的人，不一定是新的人哦，不一定是新的员工哦，他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最近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才出现的新面孔，也有这个。那我直接帮你翻一下其他讯息了哈，帮我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讯息太少了，我看一下他能给我的讯息有什么。这种时候我就用神谕牌翻。好，再1张。好。哦。还是一样说是一个很，不过这里有一个新讯息是，你没有察觉到他，但他有注意到你，然后这里出现的那一个新，我刚刚说那个新的感觉哈，
不一定是他是你生活里的一个新面孔、新的人、新角色，不一定，而且很有可能是反过来，你才是，你才是。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是，如果今天选到2号牌的朋友，你最近有换新的工作环境，或是新的居住的地方，这个人就在这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你新的工作的话，他就在你新的工作环境里面要出现了。好，我觉得新的居家住所这个比较弱哈，我可以把它拿掉。好，但是我有看到一个空间的转换，好，空间的变换，所以住所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啦。但是你可以不用在意哈。因为这个住所的转换也包括新的工作，新的工作也有新的空间的转换啊，其实是包在一起的。但我必须说，你没有发现他，但他已经看到你了，他已经看到你了哈。那后面的发展会怎样？等一下再来看，没关系，我们再来看。哦，他其实不容易经常看到你啦，他都需要另外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主动性，另外去找方法去遇见你。但是这边有看到他是一个背对你的方向，所以他其实不容易看到你啦。他必须要再转过身来往你这边走了才会看到你，所以他会形成一种他必须要刻意的去制造能看到你的机会。好，所以他这个机会代表说他可能要去你工作的范围里。所以现在我有发现，我大概比较知道是他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可是他不是经常出现在你工作的环境里的人，他必须要有外物或什么接洽或什么时候来才会看到你遇到你。哦，他有一点点像是可能邮局送货的人、宅配送货的人，他们常常就负责一小区嘛，就几个里都是同一个人在送嘛。那一个人可能在见到你们公司的时候，然后遇见了你这样。那如果没有任何包裹要送去你们公司的时候，他就不会遇见你。哦，他只有要送的才会遇见你，是这个比喻哦，是这种情愫哦。哦，所以你没有看到他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你眼前，在你眼里，他就只是一个送货的人。这只是一个比喻哦，并不是说他真的是送货。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个工作的连接跟性质，可能是要到这个程度哦，他必须要有一个被动的力量推动他去到你面前出现，但是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动的动作去出现，他要被推。他被推了脚，也要自己往前走的，这样两股能量的配合才会出现在你面前。这样，好，那这是目前得到的讯息啦。然后他没有办法去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因为在你眼里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什么陌生人。什么叫做高质量的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的完全体啦。所以你没看到他是很正常的哦，这也代表了什么？你们要认识好像需要有一点难度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翻就会知道了啦哈。来，好，这章啦，只是讲了非常多你所带给他的吸引力跟联动。我跟你说，你只是会比较晚知道是他，跟比较晚对他有感觉。可是你们底下的情感联动的那一个元素，水元素已经非常满、非常多、非常扎实了。就在他第一次看到你、跟你接触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因为他内在有非常强大的期待感，那个期待感跟你的连接非常强。不过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竟然都没有更进一步的主动跟你接触的这一个能量都没有出现，他似乎满足着偶然的遇见你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样子而已哈，因为他内在的水能量非常强了，又多了很多了，很多又强了。不过这2张能量在抗衡啦，好，
在拉扯，虽然都是水能量，但它们的流动方式跟流动方向不同。这两个水能量，但是不可否定的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能量正在积蓄当中，会越来越强。只能说，当你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你会从他的眼神跟感觉里面发现这一个人有多喜欢你，而且是强烈的，是浓厚的，是很有一种近距离的感觉因为这个水能量很扎实，这水能量很扎实这是我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翻用别的牌来证明我的感觉来，看又是水的，我没有办法，它就是都是水的只是啦，不是8就是5，所以它的主动性真的偏小，它的主动性真的偏弱。他有试着可能要让你记住他，可是他却步了，他没有做出来，他没有做，他都没有做，他一直没找到方法。而且我在跟你说，他的心境其实是平稳的，不是高亢的情绪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满足感。当他每次接近你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满足了。可是这一个积蓄起来的水能量却没有出口，也就是说，他心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在装水，可是他终究会装到一个满点。所以，可是我跟你说，这个水能量跟这水能量走的方向不同，表示什么？水会漏出去，会去到不同的地方。他每次来感受到你的时候，虽然有感受到新的水能量、新的接触会累积新的水能量，可是他也消磨了一些水能量，因为他满足了，他觉得幸福了，你懂吗？有增加的，也有减少的。所以其实他为什么一直没有特别的动作或往前？因为是处在一种我目前看起来的一种很奇妙的平衡上，它不是完全50-50的平衡它是增增减减的平衡增增减减的平衡。那你们有非常多次很接近的状态，但都是片面的讲话，都是片面的讲话，而且有的时候你们中间会掺杂别的人，他在跟别的人讲话的时候有偷看你，看你在不在之类的但他不敢问，因为你们的工作关系跟事情关系没有直接的关联记得我刚刚打个比方，那个送货的宅配送货的那个概念那是概念那不是一件事情所以他有可能是工作上偶尔会出现在你们公司的人，因为业务连接之类的，这样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好，这张牌再次证明他真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在他的眼里就只有看到你而已。我跟你说，就只有看到你。我现在要收回一些讯息，他可能都还没跟你讲到话，因为这张牌发现了某种安静，某种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是处在一种空的状态。什么东西空着？互动的能量没有出现，是空的，还在比较未来性的深渊里面、深处里面、黑暗里面。那你们还没，那他就在你附近了呢，我跟你说，他不是不想对你表达，他是没有机会表达，他是没有机会表达有趣，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啦，我相信他一直能够这么接近你，确实是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在帮他。可是这个无形的力量也不是随便出现的，而是他内在有某种欲望跟渴望的强大，跟就能量散发，所以旁边的能量就帮忙推着他走向你啦。好，这个状况还要很久还会僵持在这边好一阵子因为他没有更激进的做法，
他没有更突兀的做法，他没有更破格的做法，他现在没有。哦，他现在没有，他能想到的最突兀的做法，也就是靠近你而已。你知道这里问题出在哪里吗？目前都还没有火能量出现。这种状态啊，如果你看过最近我讲的，我会跟你说，火能量有的时候是用来创造出突破点的，因为它带来了某一种瞬间的鲁莽、瞬间的冲动，所以这一题蛮需要火能量的。可是代表着行动的牌里面都还没出现火能量，所以它目前而且还出现土能量。所以现在僵持住了啊！它虽然我不能说它离你很近，我只能说它出现在你附近的频率挺高的，可是它一直没有办法有所行动。哦，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好啦，这张牌给了一点希望，就慢慢会有成长，慢慢会有一些结果吧。只要它不停了，常常出现在你面前，或者他不要换工作，或者不要换了跟你唯一的连线的话，会有一些收获的。什么收获？就是跟你会有一些比较认识吧、接近吧。有这边说有，但你要知道他的位置不是眼前的立即的身边人，他的位置是在哪里？他的位置很像那看不到的深深的海底里。有哦，有人告诉你说，这个深深的海底里有你想要的宝物，可是它在那个深深的海底里，你知道有，但是你看不到、摸不到，难以挖掘。那这是很远的有哦，所以还是现在整个状态还是被这个僵持住了啦，因为他被他现在的思维、被他现在的想象所局限住了，他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力量突破哈。没有，他现在都还这张牌也是，他现在因为啦，这张牌更让我确定他不认识你，他跟你还没有互动过。因为这张牌的位置强调的是，呃，他对于你的向往，对于你的期待的这一条路径是用什么样子的气质状态所塑造的，就是一种美的想象，一种幸福的想象而已哦。他如果只有这种幸福想象，那表示我觉得他跟你的互动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现。事情就是这样子。第一组牌是人是一遇到就会一触即发，可是这个人还在真的很远的地方还没来。二号牌是就在附近的，却找不到方法认识。那这事情就是这样。来，我们再放。好。嗯。这边其实有很深的讯息，但是我拿最轻的讯息来讲就好了，因为那是好消息，说他有慢慢的找到方法了，他有慢慢的找到可以跟你讲话的诀窍了哈。那再等他一下哦，再等他一下，他已经有逐步接近中了，他有很认真的观察，他也有提出了一些勇气啦，但是不够强哦，因为那个还是都不是火能量出来的，都还是保健能量的勇气，那只是一种什么？他分析之后觉得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本质上的勇气没跟上，它只是一种理智的推动，有点像是找到了某种验证啦，验证他可以去认识你的一种某种验证而已啦。我觉得那不算勇气，那个只是一种借口吧，理由吧，哈。那所以还是要等一下，没有那么快。不过哈，节制牌讲了一个东西哈，你们的关系有一个好的能量在引导中，所以现在这个只是现状，好，它不会僵持在这边非常久，因为节制牌所带来的
因为它里面有射手座的牌啦，有射手座的能量啦，它是一个有往前自由发挥的一个状态，它有未来性的，它不是只是把你当下做调节而已，它是有未来性。它这里讲的是什么？而且又在这个位置讲的是，慢慢的能量就会调和到一种自然的状态跟时间点，你们就会有互动，你们就会。反正就是有第一次的互动，那他需要在那个时候好好的发挥。他现在不是说他不敢跟你讲或是什么，他现在是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法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中间真的隔了一个完全没关系的状态，就是说他就算跟你的工作有连接，可是他真的不是可以直接跟你讲到话的人，他都是跟你周边的人这样，他没办法跨越其他人，然后直接走到你面前跟你讲话，或者。就是没办法进去。如果以空间来说，也许你的位置在很里面，他没办法这样子直入去跑去跟你讲或什么的，类似啦哈。反正有一些物理性的距离挡住了你跟他啦，因为我一直看到你们很近了，在他的眼神里面，他都能看到你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制造一个互动的状态。哦，好，至少这里最有希望的牌这里了哈，已经出现了哈，但是这个节奏。比它所呈现出来的速度再慢一点哦，因为它在这里哦。它这个牌出现的底层的能量叫做什么？很像你在沙漠里面看到的北极星啦，这样子，它要让你看到，它指引你方向。可是它怎么指引你？它怎么让你感觉到安全感？它就用节制牌来告诉你说，能量调和。好了，我就会让你看到北极星了啦。也就是说，即使看到了，还很远，懂吗？它是一个非常远的东西，哦，它能够帮助你，它能够给到你结果。可是，光过程就是要先等调和，调和完才看到这颗星星，这就是一个时程，就是要很远，要慢慢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哈。来看一下他的情感面的破口在哪里哈？我觉得应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多余的啦，没关系，我们还是翻一下哈，翻一下他现在的内在心在状态哈。好，这两张牌哈，完全把我刚刚讲北极星的故事讲了一次，因为它这个联动，其中有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种遥望远方的生命力，能带给自己生命力的北极星就是这样啊，在你在沙漠里面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看到了北极星，会带给你一种生命希望，就是这一条路径上，它过来的路径上所代表的。那这一个，它往这边去，它成为它的北极星的路径上，它确实也是用一种荒野沙漠的代表告诉你说，我就是那一个荒野沙漠里面找不到方向、枯竭的环境里面唯一你能看到的一个指引的方向。那这一条路径讲的是什么？就是你们的关系只要这样持续下去，就会走到那一个对齐的方向了，会出现。可是它所抽象的形容是什么？沙漠、荒野、星星，这些都代表什么？很广，可能性很宽广。好，你跟星星的距离很遥远。具体来说，就是需要时间，然后记得要相信哦，要有相信，要有信念。还好，这个信念的牌在他身上，这个人是有信念的哦。那他会找到方法，他会找到方法的。而且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我们把它推给神灵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其实他已经把它丢到你附近很久了。哦，因为我有看到他的麻木、跟他的挣扎、跟他的寻找路径，他在这一个感觉里的迷宫里面，他已经在里面走非常久了。哦，他已经走了非常久了。那
这张牌，宝剑骑士，我觉得它是这2张牌的加强版啦。好，那这个宝剑骑士的加强讲了一件事情是，它有一个内在的感觉吧，直觉需要被突破，需要被启发，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开启。那我发现这个开启的能量，应该是在说，找回他内心的最渴望啦，好，然后去执行它。白话一点讲，就直接去跟你讲话吧。可是他内在的这个开窍、跟勇气、跟力量还没出来。为什么要用开窍的？因为他还没有体认到，告诉你或是接近你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不要被其他的小事所阻碍到，应该要直接去哦。那这个智慧还蛮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很认真的体认到，他这一份对你的喜欢是很 pure 的，是很纯的、纯净的，所以它很珍贵。如果一直拖下去不告诉你，似乎正在浪费了这一个很珍贵的感受。哦，不需要藏在心里，他现在需要得到这一个开窍啦。他这个开窍的核心点在于，自己不要放得太重。他现在就是因为有太多自己了，而不是更多的你。我们常常在牌，我都会说一件事情是：当你发现跟一个你喜欢的人说你喜欢他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着重在对方值得被人告诉他说有人这么喜欢他，那是对方的礼物，而不是把着眼点放在说，如果告诉他的时候，等一下很丢脸啊，被拒绝啊，别人很觉得很奇怪，我不是很难看吗，或者什么的，那就是把自己放太多。有时候我们要换过来，告诉这个人也很重要哈，告诉这个人也很重要。那正义牌跟节制牌其实搭在一起的啦哈。原本这2张牌所出现的是一种要僵持战斗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是要抗衡的，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的优点去看出来这里的缺点。可是今天这2张牌都讲了同一件事情是，我刚刚是不是说，只要慢慢的，一切调和完之后，就会有好事发生？那这里再告诉你的是说，没错，好事会发生，而且你们彼此关系的答案就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再等一下，所以也就是说，你们2个是有能力契合、品格因为这2张牌哈，它讲的能量的契合度还蛮高的，因为它已经用了正义牌来讲，好，尤其是在这个位置，它是 victory 的胜利的位置，所以它其实有在讲是一个获得的角度。获得的角度，今天你来看这张牌，你就是想知道新恋人是谁。我们找到的新恋人，他这么喜欢你，所以在这一个能量契合上，在你们相遇的这2个能量终于找到的那一颗，我们抓到的那一颗北极星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丰盛的收获。那个收获是什么？就是他是你想要、你期待的那一个恋人。所以，可是现在是卡在什么？你们还没有互动，你们还有彼此了解。即使连牌面都没有对他这个人的能量做剖析跟分析都没有，现在一直在讲一个状况是，他被挡在门外进不去，然后希望你再等一下，他快要找到方法了。就这样，这么多牌其实都讲这个概念而已哦，他只是让你安心的确定他就在附近了。好。那既然如此，我们来对于他这个人的人格，我们来翻一些东西哈，来着重于他的人格，我们来翻东西。好，来，
还可以再放2张哈。好，看一下这里哈，这里还有这里哈，其实这一个人哈，他是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2个交往了，或是正式做朋友很近的时候，先不讲要成为恋人，我们先说你们的互动变得比较高频率，真的认识了，从基本朋友开始做起之后的状况是什么哈？这边说，其实这一个人非常有能力去分担你内心的一些辛劳的、负能量的，他都能接住。他算是你的开心果，然后他算是你蛮多，他能够让你的乏味生活变得比较有趣。他会创造非常多的奇异点，也就是说，他常常会带给你很多惊喜，为了逗你笑。还有，他有非常多的计划，都是古灵精怪的、天马行空的，可是，在你这边却有用，因为它可以让你疏解你的身心，让你觉得不劳累。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角色出现在你的人生里，他对你来说是一个，如果是打电动的话，他就是你的牧师，他就是你的治疗者，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你的人生里那么不过，这边又再讲一次。我不能说不过，我只能说你们2个真的很接近、很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蛮多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想法跟作为。你会觉得这个人过得很不现实，很活蹦乱跳，然后会有一种过度浪漫、接近极端浪漫的个性，但刚好符合你，因为他对称了跟映射了你的现实、你的生活的扎实感。它带来的是你僵硬生活的柔软度。虽然我从这里看到你是一个精神力、直觉力比较强的人，你也能相信一些神秘力量，譬如说占卜塔罗，没错。可是对方所带来的另外一种柔软跟水能量、精神能量，是属于一种童话式的、极度浪漫式的，甚至有点中二的节奏，跟你的不同。它很像一直带着你去到处乱晃、到处去玩的小飞侠吧。你会发现它有一种遇见你之后就有一种非常天马行空的思维作为，但不代表他的生活过得很烂，不是，而是他遇到你的时候，他的浪漫值跟浪漫表现会用这个方式呈现。所以以节奏上来讲，你会有点跟不上，所以你要努力跟。以感受上来讲，你会觉得他制造了蛮多的幻觉跟泡影。可是这里要告诉你，这一个人就是一个能让你离开现实世界的一个人。他在告诉你说，你的现实世界、你的生活里已经很辛苦了。这一个人，神灵所召唤来的人，就是有点像小飞侠在你夜晚出现的时候，需要带你去玩的那一个人。他跟你的真实世界无关。他的责任是让你知道，活着还有很多快乐，不需要这么辛苦。这是这个角色出现的一个责任哦。这个人讲了这么多，很可惜，你们现在还没认识哦，有点小扫兴哦。好，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你们很近的话，真的有一些摩擦的状况的话，可能就是所谓的当你很想活得比较现实真实的时候，不想要这样子，都是这种循环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点点的争吵，不能说争吵啦，小别扭。那他会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他没有像你这么容易恢复到真实的。因为尤其在爱情里，在跟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他也很难控制他的不现实。好，不过从这个角度，从权杖8的角度告诉你说，这一个人的到来，他所带给你的这个虚幻，像小飞侠童话故事这个感觉是非常难能可贵、很难遇见的。你看到他这个写画什么8颗流星下来，你看到1颗都很难了，可是要同时看到8颗流星有多难？
那同时帮颗流星所带来的是什么？无比的虚幻幻觉，是吧？是这个感觉。但是你期待吗？你期待？你在你枯燥、平凡、无聊的生活、现实生活里，你期不期待这种幻觉？期待。那这个人会带来给你，好，这个人会带来给你，好，这也难怪会用节制牌来出现，因为它里面所带来的射手座能量，就是这一种东西的完全体，好。当然啦，如果本质上有配到水瓶座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哎，我看一下哈，我找一下，呃，星系的没错哈。如果是星系能量是水瓶，那的确这边就出现啦。这里，诶，这里，中间哈，也有出现水瓶能量了。哦，而且水瓶能量出现的是那一种非常善意的啦，也就是说，呃，也就是说，如果水瓶能量出现是在善意的，然后射手能量是处在一种远方的南北极星的位置的话，那这样综合起来，也就是说，这一个人所带来的这一个虚幻天马行空的这个人格啊，的确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脱离啦。哦，很重要的一个，我不能说平衡，因为它没有带来平衡，它可能是需要你觉醒一下，你小时候不会活得像你现在这样，所以才用我刚一直说小非小的概念，就是他出来是要在你的生活中适时的带着你去脱离现实生活，去玩一下的人。好，好，大致上可以找到这个人的角色了，在你人生，可是就是现在很可惜是还没有真的认识到了哈。但是我们相信一下能量啦，能量就是已经告诉你说会找到方法，然后会遇到了哈。有方向感，只是我们抓的时间点是比较前期的，还没有办法发展下去哈。那你再期待一下哈，它已经非常近了，它真的已经非常近了。我不确定你能不能发现它，因为我们讲的它的在你生活中出现的角色的职位啊样子，其实没有很明确。我只是用送包裹的这个角色来去跟你讲你们的距离大概是这样，但它确实是很近了。好，我确实再说一次，我不认为你能够察觉到是谁。除非要他非常主动的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跟表达，你就会知道了。只有这个方式，目前我看到的就只有这个方式，而且这个路径是最清晰的。好，就这样哦。选择2号牌的朋友，好，那期待一下了哈。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好，我们继续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神灵们帮你召唤恋人哈，帮你召唤一个好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召唤了什么样的好能量过来哈？好，来，好，一样哈，先从5张哈，等一下哈，我必须好好的抽一下牌哈，整理一下手感。有的时候很奇妙哈，就是一直没有要抽的感觉哈，没有把牌拉出来。好，仔细看一下啊，刚有1张但错过了，没关系。来，第一张哈，第一张写这张。好，那再来是5张哈。好。哎，调整一下啊。大致上先这样。第一张哈，金币1哈，以金币1做展开的话哈，很多时候啦，我都会直接说这个人哈，
因为我觉得第3号的题目比较像是说有一股力量帮你找到，跟1号牌蛮像的。它很像是，它不是帮你召唤了一个人来，而是在你附近，离你最近的、最适合你的能量、最靠近你的能量里面，把那一个人挑出来，然后再给你一些讯息。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在给你讯息，然后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人在你身边，但就是透露了一些小秘密了哈。那今天这张牌的第一个讯息就是在跟你说，有一个新的角色会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会出现。有一个新的角色会在工作场合。今天3组牌里面好像2号牌也是很类似这个状况了哈。那不过3号牌有一点点很不一样的感觉，它这一个能量哈，有点不太像是新的，很像是浅的能量，很像是浅的能量。它很像是这一个人跟你的生活，有一个初步的接触哈。这一组的工作性质不太像是跟你工作，有可能是为你工作，就是它有可能像是说你家里可能要装潢，它是为你工作，大概是这个概念哦，它是为你工作的。那再讲更巧妙一点的，它可能是送餐的，然后还有在别的题目里面说，他可能是时常负责你们家这一区的送宅配的、送货的人，这样。哦，他是为你，然后不过这个性质是有，但我不确定它多大多小啦。但是唯一很确定的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人会在有工作概念里面的一个新面孔啦，一个新面孔，或是反正它是一个新的能量哈。但好，我觉得我用翻的好了，因为我在捕捉，因为通常在这个位置或是会有一些很明确的，但我觉得今天这题好没关系，我帮你先看一下这个哈，从这个牌，我觉得这个人是为你工作的人，他是服务你的哦。虽然讲成为你工作有点太严肃了，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服务你的，很像是你消费的时候，然后他要服务你的人，或是招呼你的人、照顾你的人，提供服务给你的人，这样子帮你解决你要花钱然后帮你解决问题的人，好，应该是也可能可以说是在你身上赚钱的人啦。可是他是一个新的，在你生活中一个新的角色出现，新的面孔出现，新的业务分享。他这个新的就是刚开始，因为他这个刚起点哈。那这张牌在讲的，其实主导权在你那边，所以你们的关系在这一个工作上是不对等的。我们不讲道德的啦，我们是讲一种，就是说他帮你解决问题，你给他钱这样子啦。所以我说的不对等是说，你可以提出要求，然后他是跟你讨论，就是你的能量是比较强一点点，只有这个情况上是不对等的。但是基本上我们以现实面，但是都是公平的啦，这个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只是讲能量上，能量上你是有主导性更多一点的人哈。那加上这两者搭配的话，那就表示，这一场邂逅很特别，很特别。它好像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情境，然后产生情愫啦，很特别的情境。可是后面要再看，从这里我只能，从这里我只能捕捉，就是，他刚初始。有点初始晨曦的感觉，初始有点像是日出啦，有一点初始晨曦的感觉，才露出一些光芒，但还没看到太阳，有点像日出的时候，你已经看到黄色、橘色的光芒起来了。
它很像是这样子的角色，它才刚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视野里，才冒出它的颜色来，冒出它的能量出来。好，这是才刚开始了。那从这件事情的白话解释起来后，要跟你说的是，你们的互相有好感的能量不会这么早出来，不会这么早出来，但它会有在蛮多的频率累积之后，开始有一些特别的内容了，就是从频率相处的频率增加之后，感受到彼此的人格、彼此的个性、彼此的存在感。这个存在感该怎么说？就像是如果你常常去逛街，很多服务你的人、招呼你的人，你买咖啡帮你拿出来帮你打发票的人，或是打收据的人，或是帮你点餐，这些人对我们来讲都只是无法在意的存在感。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没办法在意，它就只是做这个基本的事情。那即便你去同一家店，你去消费了3、4次，你有的很可能连柜台的人都没有特别的感情交流。可是你是否有一个经验？当你可能常去某一个便利商店或常去的咖啡厅，当你常出现的时候，结果柜台人员开始会记住你喜欢什么，你喜欢点什么，甚至你们要打那个统一编号，他也会记得你的统一编号，甚至他也会记得你需要打统一编号，然后他可能也会记得你常买什么，就今天没有买，他会问你有没有需要，今天有没有需要这类的。这个就是我刚说的频率上的增加之后，会产生一些新的情愫、新的关系。那今天这一题就是这个，你跟这个人会有一种在这个关系上面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一个人你平常很容易看到他，就这样，他这是非常容易看到。只是这一个能量除了带来了一种新东西的新new 我很怕讲的是内心的新的概念之外，它还有一种浅的概念、薄的概念，物的概念，但它是在生活里，它是扎扎实实的一个存在。可是，在你的眼界里，在你的感受里，在你的观察里面，它是一个非常薄、非常淡、非常轻、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哦。就讲这是现在目前先抓到的有的时候一张就会有蛮多的东西的，然后就立刻跟你说，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怕讯息就咻跑掉了来，第2张3这张更确定了我刚说的啦这工作上的，他是服务你的而且他可能是跟好几个人一起服务你，或是工作上有联系的，你不在这个工作里面然后他在帮你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工作里面。什么叫做帮你解决问题的工作？就是我刚说的装潢，就帮你解决事情啦。然后反正我讲服务，我不是很喜欢用服务这个字，但是我只是希望你们了解他在赚你的钱啦，但是赚钱也不好听，或者是说他在帮你解决困难，然后你会付钱给他们了，所以他在帮你工作的人群里面，在人群里面，我原本在这章里面，我还在确定人数多寡，我觉得他不是只是一个人啦，然后这帮就帮我确定了，就是有其他的人这样子，所以你们会在很多次的见面的时候，跟他的感觉会慢慢的突兀出来，我认为会突兀出来了因为我这边这位置有一些画面是很清晰的，画面是很清晰、很生活化的，有咖啡店，有便利商店，有室内的交谈，有其他人，有带工具，有来往，有越来越多连结，很多拼凑的东西啦。那我不认为他时常站在第一线跟你有交流，他都是插话的，他都是第2句话，他都是附和化的，他好像不是这件事情的主事者，但是他会在，这样子。好，
希望你听得懂这个概念。好，来，我们再往其他东西翻，好，找一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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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讲。倒吊人。第一个直觉讯息是，他跟你目前的关系跟任何距离吧什么的哈，只能说都还不会有太多的进展哦，不会有太多的进展哦，会有一些情愫，可是关系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进展啦哦，那所会不太有太多的进展，是因为现在你们的关系是僵住的，只是他今天捕捉到的一个特点一个特色就是这一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在这些你接触这些人里面，你会特别注意到他，你会特别留意到他。好，那如果这个是一个未来式的内心的重量感已经先呈现出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之前，也就是也许这个工作会结束，总有一天会结束嘛，他可能不会再服务你，他会离开你的视线里。之前，我觉得你们就会已经有特别的能量的流动，已经有连接了，也就是会变成我刚刚说的，你会有比较多的在意对他，多的在意对他哈。你知道我在这边得到的一个讯息，是因为对方有率先表达出对你的关心、对你的好奇，无论是他在工作上只是想跟你闲聊，还是只是多问，因为跟你接触很多了，他希望可以打好关系，或是让气氛融洽，都 OK。但我觉得基于最原本的心意来说，其实他本身对你是有好奇的，可是这一份关系是现在来看是有机会突破，但不允许被突破的一个关系。因为现在我跟你说了嘛，他可能现在是为你工作的人，他没有办法突破到，因为他刚刚也说了，这个主导性跟概念上，你的能量是比较强的，是可能职位上也是不对等的，所以他没有那一个心意，就是希望突破这一点，或是就是我讲坦白，就是另外约你出去或什么，或是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我甚至现在也没有特别觉得他内心有所谓的对你的恋爱上的喜欢，反而比较多的是有比较多的在意啦，有比较多的感受到你的情绪，感受到你的想法跟各种能量哈。坦白话来说，就是你跟他从他的角度看你，他已经有率先对你有比较多的主动性了，他可能会主动讲话，他可能会主动跟你闲聊一些跟工作没关的事情，因为太常见到了，所以他会想要闲聊。所以从这边看起来，他的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开朗的、比较开放、比较自由自在的啦哈。反倒是我从这里看到的，你的反应是比较拘谨的、比较被动式的哈。对于在这份工作、这份交流里面，跟他的情感上的，你的情感上的主动性是比较弱的啦，比较少的，可能已经有先设定好，现在这一个是一种，反正就是我们就把它拉回最简单的。你去买咖啡的时候，你不会跟柜台的人聊天啦，通常都是柜台的人先多问你一些事情，才会开启这个话题啦。哦，就是你会是比较被动的那一面啦。哦，因为我还在看，还在感受一下这整个情况，好吧？好，不过倒吊人牌在这里出现哈，另外一个定义就是你们的关系哈，因为他在去嘛，你们的关系其实发展的会比较慢啦哈，发展的会比较慢，会慢。可是他现在已经是通常，好以我设定这一题来说，
我把它转换成，比如说是神灵把它召唤过来。其实我主要要讲的是说，有一股力量把它拉到离你最近的地方。还有一个概念是，这一个好能量是目前离你最近的、最有机会的，而且它其实也是在意你的，而不是你去寻找它的哈。目前看起来，你的被动性反而是偏高，它的主动性有比较多了哈。来，好，呃，我觉得他没有我以为的那么聪明、理智，或是想清楚他在干嘛。这张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对于你的在意，对你的喜欢，他跑去跟你主动跟你讲话，主要是因为他对你很在意，然后对你有感觉，他就心血来潮，在心里就觉得我想跟你讲个话，他就去跟你讲话了，或是跟你闲聊。他没有想很多，他也不是内在有驱使着一种想要更接近你，想要跟你谈恋爱，看什么？不是这个东西在驱使，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觉得你在这里，想跟你讲话，就这样而已。好，也因为他这一个单纯跟我觉得算鲁莽啦，算傻乎乎的啦。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跟你的距离、跟你的互动次数有慢慢的在累积起来，是不知不觉的累积起来。虽然我所看到的你的在意程度非常浅啦，我没有觉得你很在意啦，只是这一份关系跟这一份熟悉感也是这样子不知不觉累积起来的，这个很难忽略就是了哈。那也因为他都不是很想清楚啦，所以他也没有表达的非常，他有没有表达的非常精致，或是表达的非常精准？所谓表达非常精准是什么？就是他其实就只是想跟你讲讲话，他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所以才会让人有点搞不了头绪，说为什么要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其实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你是比较对这种唐突的对话是比较敏感的，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聊一些其他？可是对其他很多人来说，他们就是觉得是闲聊。那他还比这种闲聊在更单纯，他只是想说说话。所以从这里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人。我不能说他单纯，因为我有看到他内在属于工作性质那一面的他，其实是精明的，是有计算的，是有保护自己的，是有节奏性的，是有他的专业性，所以他不能说他是单纯的或是笨的。我只能说他想事情是处在一种非常简化的状态去对待看待他的人生。那这一个能量，我觉得又出现了一个，原来他这一个金币的能量，除了我刚说的星啊、氢啊、氮，它还有一个简单的能量有出现。原来这个能量一开始有暗示到他的人格，有暗示到他的人格状态。所以因为他这一个位置，他讲的是召唤来的能量如何包住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它有点像是一个泡泡的颜色。它这个牌比较像说，这个泡泡的颜色是金币1，包住你们的这个泡泡的颜色是金币1。所以他也从这里看出来，他也暗示了他这一个人的简单啦。反正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那如果你跟他慢慢再往下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提出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先没反应，因为他想他的简单在排列组合，他的简单在想说如何把这件事情看得简单，如何立刻抓到重点，如何回答得很简单。他就用这种概念去想事情，他不用想得很复杂，他没把它想成，他不会去把事情节外生枝出去，或是推论出更难的。他不会因为一个紧张的感觉而去立刻推论出会不会是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后面会不会有连带的更重要、很严重的事情？他不会这样子连带，他只会觉得，
为什么我现在感觉到有点紧张？哦，原来是公车司机开得太快了，就这样就结束了。他不会再讲说开这么快会撞到或什么，他不会往那里去想，他就说啊，开得太快了啦。好，但是这一点也反映出他的一个人格是他的应变能力应该很强，所以他的心很静，他的心很稳，他不会太多情绪紧张，他不会遇到事情就大叫或是收不回来的情绪，他不会连续讲话讲，情绪进去的时候话就讲不停，他不会讲。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的简单有非常多的控制力，然后事情也很多的简化。我目前从这个能量看起来，然后加上一些画面一直没有进来的画面，我蛮喜欢这一个人的。他第一让人很安心，第二情绪稳定，让人觉得舒服。情绪稳定让人觉得舒服。情绪稳定的人，就是周遭的环境跟世界发生了事情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他的反应，第一个是先想到怎么解决，跟看清楚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先处理自己的情绪的人，就是所谓的情绪稳定的人。如果情绪比较不稳定或是比较澎湃的人，他会先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忘了去观察眼前的事情的真相或是细节，跟现在该怎么处理，该发生什么事，我们什么什么，我们怎么面对？不是他，情绪稳定的人会这样子想，哦，他会比较先处理完事情，再管自己的情绪，哈，他甚至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啦。你知道吗？情绪稳定，很多人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哦，他也不会用解决情绪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啦，哦，这有好有坏。这个人好是好在他是情绪很稳定，坏是坏在如果你有需要被解决情绪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感受不到，你需要跟他多一点解释哈。来，好。任何排在这个位置，哈，好，这个啦，我觉得，因为这两张牌哈，算是我解释一下，它算是说你们的关系，如果把它当成是2层楼，1楼到2楼，2楼到3楼，那要走几个楼梯？2个楼梯，对不对？这个就是2个楼梯啊。第一个楼梯是先告诉你说，1楼到2楼的时间还蛮长的啦，你们这个关系还要先这样在这边。那第二个楼梯用猎人牌的意思是说，当走到第二个楼梯，你们关系比较有进展的时候，就会以加速度的方式进入更亲密的关系、更友好的关系、频率交往更高的关系。好，但从这里要走到这里这一段还需要一点时间啦，没有那么快。还有一件事，也许你会比他更快表达对他的在意跟喜欢，会从言语的情感上的表达，你会比他更快。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会比他更快，因为他除了权杖骑士逆位的能量之外，他还有这一个金币能量。还有我刚刚所诠释的他的那个简单，记得他那个简单，所以会怎样？他会比你慢感受跟具体的诠释他内在对你的喜欢是什么东西。白话一点讲，就是他对你有喜欢的感觉，但他不一定觉得或是感觉到那是对你的喜欢，他只是感受到什么？他想跟你讲话。他甚至还没有那么明确知道说，他想跟你讲的是因为他喜欢跟你讲话，是这样子的单纯哦，是这样子的单纯哦。但这个单纯，我刚刚解释，再强调一件事是情感上的感受力的单纯，这个才是最核心的。他对很多事情都处理得很单纯，没错。但是我一直讲单纯是错，是简单。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把它处理得很简单。把它用简单的方式处理，可是他在情感上面的时候，他会变成感受太简单，他感受的层次没那么细致啦，没那么细致，这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所以像我们会来看
占卜会来判，我们其实在精神力跟情感的感受的层次就是偏高、偏多元、偏复杂，像千层派一样的。那他就没有，他没有哦，他就只能吃最简单的天使蛋糕的本体这样子。你太加太多的东西在这里，他就只会分辨出是甜的、咸的、苦的，就这样而已。他没有那么多的层次，哦，他没有那么多的层次哦。你就算给他吃千层派，他也只觉得很厚。然后如果味道很多，他就会觉得味道很复杂，大概是这样。我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你所期待你想要的，可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他反射了你的心思的复杂，需要这么相反的人来去稳定下来，稳定你的思绪，稳定你的情绪，稳定你的步调。好，所以这一个能量，从我们今日题目来说，所召唤来的里面来说，这个现在是最靠近你、最舒适的一个好的能量。好，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近期如果啦，你真的有跟一些跟你工作有关系的人相处，你看看有没有一个人特别喜欢来找你聊天或什么的，你会发现他眼神的单纯，你会发现你不确定他是不是喜欢你，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在想这件事，他要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你？我觉得他要自己多做了一些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啦，可能带吃的东西给你啊之类的，多做。他本来不会做这个事情，他连自己都不会特别买吃的东西给自己了，但他会特别买东西给你，大概会有这个状态。好，这组牌都还没有翻完，我收到的讯息就已经很多了哈。就一次先把这里翻完哈，我看一下。我能养活，好，慢慢来啦，哦，慢慢来。他对你的特别的感受，你可以把它诠释成像太阳雨，太阳天下的毛毛雨，会慢慢来，一点一点来，有点在意却不会很多，然后可是是舒服的哈，这是他会慢慢给予你的感觉啦。那我必须说，如果你已经发现是谁，或是你已经在意了谁，你已经知道我现在讲的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这边要你注意一件事情是，他的表现会跟你预期跟设想一个喜欢你的人的表现会不太一样哦。哦，要回来看一下我刚刚说的一个重点，他对于情感的层次的感受力没有你丰富，所以他其实非常简单的，只是靠近你讲，跟你讲，但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哦，这是他要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的层次跟顺序。该说没那么快吗？其实是他确定的，他没办法确定的这么准啦，他没办法确定的这么多。那节制牌的逆位哈，原本的你们的关系上的高度的调和，被处于一种会随意调和，会不容易调和。我的解释是认为会有可爱的状况会出现，好像有些地方很合你的口味，有些地方又不合你的口味，有些地方很合你喜欢听的话，有些地方又合不起来，所以你会有一种会抓不准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可是又没有那么不舒服，又有很多的趣味跟疗愈的感觉，就这样，他就是会有一种你很难讨厌下去的感觉啦。哦，即使他说错话，你也是很难讨厌下去的那一个感觉。那这张牌其实它是躲在非常底层的某一种不协调能量。白话一点讲，就是没有影响那么多啦，都是一些小插曲、小状况，很容易释怀、很容易忘记、很容易淡忘的一些小状况，没有影响那么多啦哈。这个所以不用特别在意，因为这一组牌哈，我通常把它压起来，是因为它对我来说算是一整组牌里面的最底层秘密。好，我要知道它，因为我需要在整个讯息里面，我要去捕捉最底层的某一个，可能就是我的习惯上，或是我的观察上，我能捕捉到的一个最底层的变数、干扰跟
弦外之音，我通常会先把它盖起来，先让我确定一下我在等什么哈。那这组牌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会有很多不完美，会有很多小错误，会有很多小小的哭笑不得的状况，但是不影响你们的感情的发展或是关系。好，那我把它诠释成是可爱的啦，可爱的，好像就小孩子摔来摔摔，卡通一样，不小心摔这个跤的那种可爱的状态，不影响，没有影响太多。这张牌虽然能量很大，但是它以逆位的方向走去的时候，我觉得更影响更不大了哈。主要还是因为上面覆盖着它的能量是这2张，都是很强的火能量。其实这一张牌也是火能量，里面有射手能量啦，所以这是一个协调的能量，本身就是一个协调的能量，所以它不影响，因为它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的范围里，做一个重组、做一个融合，加上权杖皇后强啦，能量强啦，无论发生什么小事情，它都在一个太阳下的毛毛雨的舒适状况里成长，也就是你们的关系的状态会在一个舒适的关系慢慢成长啦。好，那我是没有看到你们2个会因为这一个时间之后就没有联络了，没有啦。我觉得在中间就有比较多密集的相处了哈。来8哈，来，其实哈，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容易观察他的心意啦，观察不到啦，观察不到哈，那就不要观察了，就不要想了，不要往心里特别去觉得说。其实这张牌有一个小小的警告啦，小小的警示是说，不要钻牛角尖。好，他这个不要钻牛角尖范围很广，就是不要钻牛角尖，是想说是他吗？是他吗？哈，然后是他了之后，那为什么他都不表达？他都不表达很明确什么的哈？他这边有这一个讯息警告，那他为什么要这个讯息警告？因为对方可能自己的能量、跟想法、跟心意、心思，他都还没有很具体的确定自己的感觉，或是感觉到了什么啦。好，记得哈，这个跟这里他们是2组东西，这里是没有直接关联的。真的有直接关联是这里到这里的一个讯息，可是这里我们要把它分段是这里。那这里讲什么？讲说这里爬升到你们关系比较好，需要一段时间，好，那他这里讲的是更远的、更强的能量。不能说更强的能量，我就先把更强说起来，反正它就是一个更远的能量。它只能诠释说你们2个相处的状况，就是会有一些小问题，然后。会很舒适、很疗愈这样子，然后没有什么东西是你钻牛角尖能得到的答案。白话一点讲，就是安全的啦。你们这关系慢慢走，会有好的发展啦，是安全的啦，不会有特别突发状况啦，影响整个关系的状况啦。但是就是要慢慢走啦，就是要慢慢的发展下去，快不了。它有一点像是说，如果这一个旅程我们把它算成是100%，那倒吊人牌可能占了这一段时间、这一段距离的90%，到这里是90%，这里到这里是90%，所以要慢慢的爬到90%。那恋人牌是最后的10%，然后它就会加速成你们关系会特别快速的紧密起来。结构上、顺序上是这样了好，这其实有一点点小难。希望你听得懂哈。因为我后面还要翻这里，我先做个小结，就是这个人在你附近很近可是他就算喜欢你，他就算对你有感觉，可是他自己心里不会那么确定。那他是个非常简单的人，所以他可能会他想要看到你想跟你讲话，他就去跟你讲话；他想买东西给你，他就买东西给你这样。但是这个频繁的这一个跟你的互动，要慢慢累积到一个程度上，他内心才会被叫醒说。给自己一个题目或者一个答案是原来我是喜欢他的，要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你才会可能率先有比他更早感受到他对你的喜欢，因为你的内在精神力是比较敏感的。那这一个关系、这个旅程、这个故事，其实是一种
很安全、很温暖的情况，只是它发展的比较慢，它要慢慢的走，温温的走。你可以慢慢的享受这个关系了哈，也不一定要把它立刻叫醒，你去看他的表现，慢慢的让这个关系慢慢的成长，因为这样子慢慢的成长，他才会在某个时间点很确定自己原来这就是喜欢你，要这样子哈。那他这个喜欢一下去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坚定。来看这里的哈，还有一点我把它放完。好。我近期会开始把逆位牌翻出来哈，因为我觉得因为逆位牌里面有一些惊喜开始出现哈，我来帮你看一下哈。好，一般来说，如果你看到这逆位牌哈，并不是事情都是要变坏的啦，而是要看说事情现在是往哪一个方向流过去，是加吗？还是减吗？有的时候减不一定是减分哦，有的时候是减轻哦，有的时候是减轻负担哦。哦，你要把它看成是加或减，而不是好或坏。哦，来，我来看一下哈，这边有这张牌啦，其实也是跟这张牌有一个呼应呢。它主要还是说你们的关系后面确实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不会变得那么大，所以不要太过多的期待。那它会有一个分野，好像你跟他有进一步的关系之后，你会那个分界线会出来的时候，你会特别想要再去多探索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会重新认识他另外一个面貌。好，我先说，他只是在情感上面的表达层次比较简单，比较没那么丰富，可他其他东西都很丰富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对他的工作很有他的精致度啊，他对细节很要求啊，这种的，他有他的优点，你会慢慢的在另外一个理性的层面发现他的优点。可是这也是很后面，这没那么快。他这边只是要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这一个人的好跟这一个人的特色，他真的不是表面上那些东西的，他必须要在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分界点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他，而且你也会发现你自己已经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他跟看待这份关系了。可是这个都不在前面，我觉得他都还在蛮后面的讯息，是在比较后面比较远的一个模糊的时间里啦。我觉得这个讲的太远了，我觉得他这个牌只是提醒你啦。如果你已经对这个人有在意，或是对一个新的人有在意的时候，不要拒绝的这么快，不要拒绝的那么快，因为有些人的重生、新的能量、新的面貌，就是有点大器晚成的状况了。好，那这里在说我就不单独讲了啦，因为他们给的讯息都差不多，这里的讯息、这里的讯息、这里的讯息都讲差不多。我先看一下这里，这2张的水能量都在告诉我一件事情是，这个人内在的水能量本身不多啦，本身不多，他好像内在的水能量被很多的生活、生存的感觉所覆盖了，所以他本身的情绪比较低，还有我跟你说，他对爱情的渴望。可能本来也没有那么强了。他认为活着努力，他没有到，他连努力都没有这感觉。他觉得活着跟好好的生活，比感受情绪上的东西都更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也没那个习惯，喜欢去感受情绪这件事情。就是他去看电影，他可能只会接收到剧情的发展，他没有办法接受到人物角色的内在心境。他是这样，那我从这2张牌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不是本来就这样，他是后来慢慢的让自己变成这样。他可能以前为了逃避或是不喜欢某些事情，已经把自己训练成这样子。就像有些人是从来不看鬼片，你问他为什么不看鬼片，鬼片很好看啊，然后这么恐怖片，他只会告诉你说，他从第一次感受到恐怖片的那一个氛围之后，他就拒绝了它，所以他会变成现在是完全的。不接受恐怖的氛围，这种感觉也是这样。他可能以前刚开始接受到感情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复杂度跟什么他很难接受，他很难理解，所以他就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就是对这方面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可是因为这2张牌的出现，
都是水能量，虽然是逆位，都是水能量。这边在告诉什么？他那些失去的水能量，本来应该在他内心那些澎湃的水能量，会被重新凿井挖出来，因为你的出现，他会慢慢的发现自己还有，或是发现自己原来有。哦，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哦，还有跟原来是不同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原本对感情上的单调、简单的看法，在你身上之后，会慢慢的有一点一点的破格的表现。好，他才会知道说，哦，在他的单纯想法里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也有这一面，我也能这样子做，我也想这样子做，这是他这边的概念哈。好，我总觉得这个牌有一些破口哈。我先翻一下其他的哈，有几个牌基本的，这题讲很久哈，你们慢慢听哈。我觉得有一个，我先翻我在翻破口前，我先把其他3个我要看的牌先翻出来哈。这个我觉得，等一下哈。好，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把它摆正了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要看正逆位，我只要看整个大致的能量哈。好，来我来看看逆位的讯息。好，他情感的东西哈，除了我跟你说，他情感的东西其实不是守着，是他真的现在内在没有那么苛求这件事情啦。他没有特别再去在乎这件事情，他也不会从情绪上、别人的情感上，或是比较有绵密情绪的，譬如说文章啊、图画啊那一种哈，他不是从感性的面去获得能量的，他这边都不是哈。然后他甚至还有觉得情绪对他来讲负担是蛮大的，他甚至感受到自己有情绪的话，他也觉得负担蛮大的，他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回避跟排斥感。那通常他遇到情绪很多的，或是需要感性去处理东西的时候，简单来说，他觉得很累，他会去睡觉，他会去做别的事情，他不想，他反射性的不想感受到。所以从这里上面跟这里，我确实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种突破性的，对他来讲是一种突破性的改变啦。好，而且他还是很舒服的。不过在他感受到他其实是在做突破性的改变的时候，之前他都觉得只是，就回到我刚说的，他就只是想跟你讲讲话，就这样而已。最简单的概念就这样子。那你们的关系确实会从这样一点点，从一开始我就说会从这种一点一点的绵密的状态里面变得比较近了哈。但是确实要爬升的时间要久一点。来，我再抽2张牌来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还有一些秘密哈。确实，他对情感上，的确捕捉的那个讯息方向是对的。他对感情的，就像我刚刚用恐怖片的感觉来形容的没有错。他确实是在第一次很接近感情的时候，他有一种他没办法掌握的一种失控的感觉、失衡的感觉。他不喜欢，所以他后来把自己塑造成对于情感跟情绪的东西，他都会有点直接回避、不反应。那你的出现，因为愉悦感跟欢喜的感觉是从这里出现的，哦，这一个能量很强。我刚把它说它是放在很远很遥望的那一个很强的能量，这个能量很强。我们帮你找到的就是权杖皇后的，把它形容成是太阳天里面下的毛毛雨的感觉。这是他跟你在一起，或是他看到你的感觉，是这个能量其实掌握了，或是
安抚了他对于情感跟情绪的那一个波动的回避感。那是他内在的黑暗面的东西。原来他是有反射性的回避，所以他会变得表达各方面的是变得很简单。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简单，原来是他内心是有一些罩门的，跟有一些黑暗面的。但是因为这个能量的包袱，所以他反而没有那么不舒服，反而还有很多愉快跟快乐。所以他的简单，他只想跟你讲话，他只想带东西给你吃，这种概念对他来讲就是一种简单里的最快乐啦。只是他不知道他在累积的是你跟他的关系会慢慢的往可能会有恋情的方向发展。好，来，那今天这组牌就这样哈。其实讲很多，讲很长，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复杂，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简单有问题，这个人的人格简单有问题，他的表达有问题，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发展很慢，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有问题的点是，其实你们很近，能量很合。我有在你很多角度上看到你的笑容跟你的舒适感，可是我也有感觉到你的回应是有慢半拍，或是有难以表达的状态。所以我在想说，问题出在哪里？原来是出在他的内心有一种情感上的很难以表达，跟已经受控或是已经制约住的。所以他跟你比较感性的人，比较感性表达事情的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表达，跟不知道怎么接受他的表达状况。所以我们再往下挖，我觉得他的复杂点在这边。所以我慢慢可以发现说，原来他在早期的时候，对于情感这一面的时候，就处于在这种排斥，因为他可能本能上很难处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会僵住，他会宕机。所以他后面就选择了一种惯性的，就是通常接近情绪的、需要很感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处理。不反应，就这样子。就像我刚刚说的，看恐怖片就不看就好了。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一点的特色是什么？我可能先让你了解说，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人，或是感觉到这个，他需要你等待，好，然后需要你不要拒绝这么快。有些人的表现跟他的好，真的是要慢慢一点一点的才能表现出来。他才能慢慢的表现出来，他才会慢慢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跟在做什么。这是3号牌的哈，讲很多哈，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哈，那就谢谢你耐心的听哈，那祝福你。